欢迎来到 Edwin 的电影沙龙。今天的沙龙要跟大家聊《英雄本色》。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聊这部1986年上映的电影呢？就因为是4月1号的时候呢，有电影片商把3部张国荣曾经主演过的电影打包成为怀念张国荣荣情蜜意电影专题，以小型影展的方式在台湾各地上映。那 Edwin 在2个星期之前呢，就观赏了《胭脂扣》还有《英雄本色》，另外一部电影是已经看过很多遍的《霸王别姬》。胭脂扣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在关锦鹏导演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过，这次我们来聊一聊英雄本色。在1986年的8月初，英雄本色先后在香港还有台湾上映，也创下了非常惊人的票房纪录。香港当时收入是港币3400万，稳坐全年度的冠军，也掀起了英雄片的浪潮，汹涌多年，跟风不断。除了衍生出来的续集还有第3集，那1986年的第1集《英雄本色》也一再被翻拍，有印度版，有韩国版，到后来呢，更有2018年由王凯、王大陆、马天宇主演的中国大陆的新版。不过，如果我们从《英雄本色》所带来的无限商机还有激情冷却下来，真正认真回头去看它在1986年那个时间点上所激起的各种回响、各种评论，还有各种深思，他在一开始不单单只是虏获了所有人的心，同时呢，也引起极大的反省还有讨论。我们把反省和讨论先暂搁一边，我们单单来谈这部电影本身。所谓的江湖义气在大荧幕上面描绘起来，有的时候呢是拳拳到肉或者刀刀见骨的砍杀，有的时候是慢动作肌肉喷张的这种盘肠大战，还有的时候荧幕画面上面会有红叶啊、飞雪啊、明月啊等等。然而在吴宇森导演镜头下面雕琢出来的英雄本色，却巧妙地运用明星气质的对比，把兄弟还有朋友之间的这种男性情谊刻画到淋漓尽致。英雄本色有一款海报，海报上面是3个男主角，这3个主要的男性角色身上其实在 Edwin 的观察之下都有纯真的基底，甚至我们很少在电影里面看到世故、狡诈的元素出现在狄龙、周润发还有张国荣这3位男主角的身上。周润发塑造小马哥这个角色，真的是分分秒秒7情6欲全部写在脸上，完全藏不住肚子里的情绪。只要摄影机一对准他，他就浑身是戏，喜怒哀乐，还有那自以为是的沧桑，还有煞有其事的那种忍辱负重，完全清清楚楚。其实就角色塑造来讲他是一个跟在大哥身边10几年，出生入死，水里来火里去，还曾经在印尼被黑帮用4支枪指着头，这样子的大哥的左右手接班人的角色，我们却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邪气，看不到一丝暴力。我们看到的是如同青春期的少年一样，他眼睛里还闪着这种憧憬的光芒，甚至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是幼稚、热血而直接的。在这个天平的另外一个极端，是张国荣所饰演的角色。假设我们说小马哥周润发是彻头彻尾从头到底的纯真，那张国荣饰演的弟弟的角色，Edwin 在文章里面写，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从天堂跌落地狱深渊的这个 Lucifer 路西法。张国荣在亮相之初，干净又淘气又利落，他在警校受训充满了冲劲，后来当上了阿 Sir， 当上了警官，
每一次出场，全身上下都是愤怒，都是躁动，还有疲倦。这种愤怒跟躁动，这种毛躁的感觉，以及疲倦的感觉，比起在江湖中打滚的周润发所演的小马哥，还来得更为强烈。我自己的分析，或许周润发的角色小马哥，他的受创是肉体上的，而张国荣的弟弟的角色，这个受创是心理上的。所以小马哥仍然抱持着希望，仍然向往着所谓的这个更美好的明天。电影里面有香港的儿童合唱团唱这个台湾的这首《明天会更好》啊，然后《明天会更好》这个 A Better Tomorrow 也成为了《英雄本色》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可是对照到张国荣身上，因为张国荣在戏里面的爸爸田丰所演的爸爸惨死，他自己在当警察的这一条道路上面呢，前途也受阻，所有的怨，所有的怨气，所有的怨怼，所有的愤怒，都消磨了张国荣本来应该具备的青春活力。张国荣和周润发弟弟和小马哥这样子的对比，拉开了戏剧的幅度还有张力。在当中平衡的呢，就是狄龙所饰演的宋子豪这个角色。他从影到那个时候大概有17、18年的时间，狄龙在邵氏走红，邵氏的功夫武打还有刀剑武侠片全盛时期的时候呢，狄龙前前后后拍了将近80部电影，他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艺术形象。那跟他合作最多的是张彻导演，一手捧红了他。张彻导演也捧红了狄龙以及姜大卫的搭档。那张彻就用京剧的武生来形容，他说狄龙是长靠，姜大卫是短打，狄龙稳，姜大卫活。狄龙在1970年代中期也尝试很高难度的角色。张彻那个时候拍刺马，清末4大奇案刺马案，狄龙毛遂自荐，他要演反派马新贻。同时呢，他又跟大导演李翰祥合作，在李翰祥的轻装恭维电影《倾国倾城》《银台泣血》里面呢，狄龙演光绪皇帝，和卢燕饰演的西太后分庭抗礼。再晚个几年，狄龙又再跟李翰祥合作，这次拍的呢是武松，他的武松，汪平的潘金莲，古风的武大郎，再加上刘勇的西门庆，把水浒故事里面家喻户晓的潘金莲跟武松的这个人物这些角色，赋予了一个决定性的荧幕诠释。出道了这么多年，狄龙的荧幕形象一直都是俊朗的，都是身手矫健的。到后来，他的演技其实也备受推崇。特别呢，是离开了张彻的打片，来到李翰祥的古典世界，他的武松干干净净，一如纯洁的孩子；他的光绪皇帝，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身手矫健的大侠被困在满清末年那个积弱不振的国家状况当中。只不过呢，在当时邵氏的这个影帝影后榜单上面，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没有打算把狄龙捧上影帝的位置。姜大卫老早就被捧上了影帝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可是狄龙呢，始终就只拿过像金马奖啊这一类的演技特别奖、演技优异奖。一转眼17、18年过去，武侠片没落了，功夫片式微了，就连邵氏也减少拍电影，转型成为电视影城。曾经叱咤风云的狄龙这个超级巨星，几乎没有了他立足的基点。要想转型，片商嫌他叫做票房毒药；要想要突破，
电影圈唯利是图，你没有了票房潜力，谁还会再给你机会去做转型的尝试？一直等到英雄本色。艾德文在文章里面曾经有写啊，英雄本色是一部浪漫到出汁的 bromance 的英雄电影，靠着狄龙、居中平衡、周润发还有张国荣，所以3个男主角。那荧幕上面狄龙跟周润发对戏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狄龙的稳和江大卫，那这下子是周润发的活。当荧幕上面是狄龙跟张国荣对戏的时候呢，张国荣就是年轻跟躁动的，狄龙是老成的，甚至他出现了老态，出现了憔悴，也强化了电影当中时不我与的那份喟叹。那当他们3个男主角狄龙、周润发、张国荣同时出现的时候呢，印象中有2场主要的戏，一次就是他们在酒店饮酒作乐，那张国荣这个警察呢就过来临检，他抓着自己的哥哥狄龙到酒店外面的暗巷，周润发在后门灯下叼着烟，看着这对兄弟到底在干嘛。狄龙被张国荣搜身，哽咽着讲了那一句经典台词：阿 Sir， 我不做大哥很久了。另外一次的3人同台呢，是在电影结尾前码头大火拼，狄龙已经身负重伤，那周润发强压着张国荣，逼他看着血淋淋的狄龙，然后周润发逼张国荣，告诉他说，不管这个男人欠你多少，他是你哥哥，你看他身上全身是伤，他早就已经还清这份天伦情债了。早年在邵氏的功夫片、武侠片里面，这些男性角色艺术形象的鲜明对照，延续到英雄本色，成为宛如3足鼎立的相互映照。彼此之间，我们看得到渐层，看得到对比，看得到戏剧重心的抛接。我们可以看到先张，然后狄，然后周，或者先周，然后狄，然后张，层层推上了高潮。而3个男主角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定锚就是狄龙。